歼36，我认为以它的构型来讲，空战缠斗性应该不会太好，毕竟它本身的控制意面没有很多，主要6代机导控很多中程僚机，基本上一架6代机可以组成一个攻击系统。那很多远距离接战，它就运用它的中程僚机或者它搭载小型无人机来负责解决对手，也因此它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作战体系。所以6代机不仅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它的构型，或者是它自身的机体能力，它也在重新定义空战是什么。当然，6代机歼36试飞，旁边伴飞的竟然是还未现世的歼20S， 给全世界带来极大的震撼，尤其是它本身无尾翼、非常扁平的外形，符合6代全方位隐形隐身特性。但比较特别，它机背也有一个进气道，国际上普遍认为它配备3具发动机，在构型上颠覆了以往大家的认知。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6代机在中国大陆试飞，腾飞的这一架昵称叫南6代，但有人说它叫歼轰26或36，那有人说这个也不能算歼轰机，就是歼36。旁边伴飞的竟然是也还未现世的歼20S， 用的是试飞版黄色涂装。总编你怎么看？在12月底的时候，哇，2款6代机在几乎是同一天，不同的时间差公布，给全世界带来极大的震撼。因为之前毫无迹象，而且我必须说，这个首飞应该是他们第一次首飞，因为2款飞机都没有放起落架，都有伴飞飞机在旁边做近距离空中的监看。但是这2款飞机惊鸿一瞥，其实留下更多的问号。但是就它的外形来讲，妥妥的6代机应该是全世界所公认哦，尤其是它本身无尾翼、非常扁平的外形，颇符合6代机这种全方位进行隐形隐身这样的一个特性。至于是否达到6代机本身全角度的隐身一中，另外高超音速巡航，此外还有更好的航电，特别是态势感知以及战场的遥控能力，包括更先进的通讯或者 AI 技术整合在里面，这个都是必要的。此外，武器搭载它可以赋予什么样的能力，我认为就目前来讲，无法从它的外形或纯粹影片判断出来，这方面有待未来更多的信息公开，才比较好做一个综合性的研判。假设歼36它用3发的布局，这也是过去没有在战机上看过的。它的进气道其实不是像歼35枭龙或者歼10 DSI 总包式的进气道，而是类似 F-22加莱特这种进气道，但比较特别，机背也有一个进气道，也因此国际上普遍认为它是配备3具发动机。可以说这种战斗机或者战轰机搭载3具发动机，确实在构型上颠覆了以往大家的认知。这样配备3发动机显示它可能在速度上有比较高的要求，而如果真的配备3发动机，或许大家可以解释比较高的音速、高马赫数，就是借由比较强的推力所能达到哦。那我有个疑问，它这一次是个大三角设计，没有腿尾，那它光是飞机的机身要维持稳定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很容易。对，没有垂尾进行一个稳定飞行，美国在 B-21轰炸机也证明这样可行。从经验我们都可以知道，没有垂尾，就目前的航空科技，特别是像中美这样的一个航空大国来讲，这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也因此，我认为这2款6代机，它就是借由向量喷嘴还有翼面的控制来控制它飞航的稳定性和它的机动性。当然里面一定是一系列很复杂的系统控制和运作，在这方面目前我们所得的资料其实非常的有限，只能大概知道它的发展路径是这个样子。那有一个疑问，有人说它是歼轰机，那我们也看到了陈飞他们的总设计师王明海讲，其实未来也没有什么歼轰的问题，反正战机就是要多用途哦。所以总编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其实在定义6代机哦，或者他们正在做6代机技术的开创，你美国只有 PPT， 而我真的开发出来，那你怎么看这件事？就超机动性来讲，我认为速度，特别是超音速巡航，可能更优于它强调 dogfight 机动性的重要性，因为它没有缠斗的需求。对，最主要6代机它本身它可以导控很多中程僚机，那很多远距离接战，它就运用它的中程僚机或者它搭载小型无人机来负责解决它的对手。因此
本身不需要在目视范围内与敌机进行缠斗，而且以它的构型来讲，我认为我们传统认知的空战缠斗性应该不会太好，毕竟它本身的控制意面没有很多，它光是要维持稳定飞行就是一个是，它可能更借由向量喷嘴还有意面来共同控制它整个飞行姿态。因为我在这次珠海航展就看到很多大陆展示无人机，无人机本身也可以发射无人机，也就是所谓无人机母机，还有它所搭载小型像巡飞弹一样，也因此像这种第6代机，它可能会搭载一个稍小的空中母机，也就是中程僚机，在作战的时候，这些中程僚机也可以再发射一堆像巡飞弹这种小型的无人机，也因此它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作战体系，基本上就是一个架6代机可以组成一个攻击的系统，这个系统里面有多型的中程僚机和无人机来共同达成它包括空对空作战啊、空对地、空对海复杂的作战任务。也因此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它的隐身性能、高速的巡航能力，还有整个态势感知以及遥控作战系统、攻击系统里面不同空中载台一个这样的能力，而不是琢磨于现在5代机以前大家所强调的飞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高机动性，表演眼镜蛇啊、落叶飘啊这样酷炫的动作。如果没有统合作战能力，你在酷炫，我认为在未来的空战里面可能会变成一个蜡枪头，看起来很酷炫，但是不是真的实用，这个就值得存疑了。而且就未来的空战来讲，你再高的机动性，但你面对这种小型的无人机，它更良好的机动性和精准攻击能力，你在空中可能还是躲不过这些高度智慧的武器空中的拦截和攻击。所以看起来6代机不仅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它的构型，或者是它自身的机体能力，它也在重新定义空战是什么。当然，所以6代机出来之后，其实空战的逻辑就改变，因为到了5代机，基本上还是顺着人类从战斗机诞生以来的那个系统，也就是飞得更快、操作更好、更远的打击距离、更加隐身的布局。尤其3代机以来的思维就是这样嘛。对，当飞机机用雷达成熟之后，因为2代机的时候机用雷达也不是很，但是从3代机之后，慢慢的飞控雷达各种方面成熟了。那这个成熟过程中，主要强调的还是狗斗的能力。当然，到了4代、4.5代，到了5代更加强调超视距作战能力。而不管怎样，它还是在我们理解的范畴内，也就是不断的让飞机越来越强大。而这个 powerful 主要是来自于飞机自身的战斗力的提升。对，就开始出现战斗机本身战斗能力是一件事，但战斗机本身是个体系的战斗能力又是另外一件事。所以这一次所出现的6代机原型更加的是重新定义空战是怎么一回事。尤其在无人机体系的系统加入，因为我有看到一些报道是6代机所要承担的并不单单只是一个载台，包括无人机载，它甚至是一个空中多用途的节点，它也是个指挥的体系，所以它必然是双人座的。而且还有一个点，随着 AI 越来越成熟，其实自动驾驶的协助会简化驾驶的复杂性。确实，我想 AI 是一面很核心的部分特别是 AI 诸多科技里面如何运用在实战里面，我认为里面技术还有很多我们目前未知的，因为毕竟 AI 会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其实以我们现有的有限经验来讲，我只能说未来是充满着想象，很多很大的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另外，为整合作战，我认为这是未来第6代里面一个很核心的部分。特别我们姑且远的不说，我们就现在来讲，这几年其实大陆经常强调万物互联，即使是智慧型的汽车，它也可以连接很多家用的设备、电器，那自己的一些通讯这种更不用说了。因此把这样的概念套到6代机，那一个空中载台，它可以跟海上、地面、空中的各种载台进行一个互联，获得和要求这些载台提供它所需要执行作战任务相关的一些信息。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而且需要很快速的资料的处理能力，但这就是6代机我认为与目前5代机以前飞机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那一次出了2架，当然大家是很关心，但是旁边的曾经的小甜甜现在已经变牛夫人，他都还没问世啊。歼20S 这次伴飞有什么样的意涵呢？是不是一方面要给原型机升咖，另外一方面也展现出其实歼20S 已经快要落地了？我觉得歼20S 它即将服役，这个也是有事实啊，因为后来没多久歼20S 它空军涂装型的飞机，它的视频和照片也在网络上公开而且这次珠海航展的时候，其实它虽然歼20S 没有正式亮相，但展出一架模型飞机，对，就是1:1和歼
35和一些飞弹一起放在中国航空集团室内展场里面展示，显示歼35、歼20是解放军空军目前最先进的飞机，这样的一个王者的姿态。但歼20S 它是唯一第5代战机里面有双座版的，毕竟美国的 F-22、F-35目前都属于单座机，俄罗斯的苏57到目前为止它也没有双座机的构型出来，也因此歼20还是在这个部分享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地位。但我必须说，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未来的飞机或者空战，它的空中指挥或者作为空中载台，可以达成多样任务，尤其是指挥中程僚机或无人机，成为它一个很重要的作战的形态。我认为歼20在这个部分有很好的机会，特别是在初期技术探索、丰富化它的发展里面，那歼20未来势必是一个第一款比较理想而成熟的载台。毕竟歼20它本身也属于逆中战机，借由它本身比较良好的逆中性还有机动性，未来导控各种无人机作战，它变成空中作战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在这样的一个部分，我认为是我们大家理解的发展路径图。但如何丰富和把它这样的一个作战概念给它实用化，特别相关的一些准则科技，未来在第6代机里面继续丰富化它的内涵，也因此我认为歼20S在这个部分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它的角色有点像辽宁舰，作为解放军海军发展舰载航空兵、磨刀石或者一个训练舰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认为未来在这个部分需要大家持续密切观察它后续的发展。所以其实大家也还在看说歼20S 搞不好它如果真的成熟的话，那就是6代机的预言。对，相当于是 5.5 代机，因为它引入的就是中程僚机这个概念嘛。那歼35上舰的期程，因为现在大家讨论包括076，可能歼35都有机会上舰，所以076四川舰的问世，很多就想到说，那歼35的上舰何时呢？那另外一方面，歼35未来有没有可能也在辽宁舰、山东舰正式的问世？这个时间会不会就是明年呢？我觉得歼35上辽宁舰和山东舰应该是没有问题。毕竟它这个飞机它本身起落架，特别是歼35是海军型的，对，歼35A 才是空军型的嘛。就像歼15这样的一个概念。歼35它本身可以在福建舰上起降，自然它在辽宁舰和山东舰应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说它的滑跳起飞在整个起飞重量会有所限制，但它本身起飞和降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至于它未来部署在076，特别是四川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可能要取决于福建舰未来的海事里面它的电磁弹射和拦阻系统实际的表现如何。我认为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技术。如果一切发展顺利，它未来在076上运用，那自然而然就没有什么问题。当然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还有待答卷，这个答卷什么时候能大家知道大概的分数或大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可能才能更好的判断未来076舰上歼35或者其他的，甚至说歼15T能不能也上舰，我认为才有更好的一个科技判断。那福建舰在2025年应该很有可能会服役吗？还是要到2026？我认为2025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年底就可以。对，基本上它舰上的各种像动力系统、发电系统，还有雷达、通信等等，应该在前5次都做好相关的验证工作。它未来验证的可能更重要就是它的电磁弹射和拦阻系统，它实际的表现如何，还有飞机的起降和上面的运作是否达到一个理想达标的程度。如果一切都没有问题，我认为它在2025年服役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特别我们观察过去5次的海事，它本身并没有返回船厂做什么大改或者进行整修，就代表它过去的几次海事来讲，似乎表现让海军方面感觉到满意的。所以看起来福建舰一切在照期程在走。但我觉得我们还必须补充那个076四川舰我认为它这个船最值得研究的就是它本身兼具轻型航母和目前我们理解美国2栖攻击舰的整合它双重的功能这样的能力。对于全世界来讲，等于全新的
的一种舰型，那它未来如何运用，我认为对于解放军海军来讲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毕竟没有以往先进国家的经验或者做法可资参考，因此未来这个船如何有效的运作，特别是舰载定翼型弹射型的飞机如何在2栖攻击舰上面良好的运作，相关的准则还有相关的规范，乃至于人员相关的训练和整体运作来讲，对于解放军海军来讲都必须要自己进行研发。我认为这个部分挑战可能会更高于我们大家所看到的装备推出来还更为重要而关键。事实上我们研究解放军海军这个航空兵过去10几年来的发展，我们知道航空母舰目前有3艘嘛，山东舰、辽宁舰还有福建舰，但它人员如何养成，如何去训练，还有它的整体流入怎么样，如何去规范它整个操作，目前我们可以参考的信息其实极为有限。对，我认为这是解放军海军里面一个很核心的机密。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作为长期研究军务和解放军发展的人来讲，我们也是非常好奇他是怎么做到这些方方面面，好像就这样顺理成章就完成了。而且解放军海军的航空母舰或者舰载航空兵截至目前为止好像就是2014年据说有一架歼15意外失事，飞行员也不幸殉职，曾短暂导致整个机队停飞检查。那除此之外好像没有传出一个重大飞安的意外或者事故，正显示了它整体发展来讲也呈现一个中国特色求稳求发展这样的一个样态。总体来讲从它实际的表现到目前为止还是让大家觉得哇，这个里面玄机真的蛮多的。所以这一次076的问世，大家当然很好奇它的基本配置到底是4万余吨到哪里去，那可能空重4万满载5万，那美利坚级是美国的满载是4.5万，这差别在这里。那还有就是说建造速奇快无比，大概花了13个月到14个月完工。再来还有一个点，这一型如果它可以配置更多的舰载机，那它不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轻航母？认为它要是它的任务形态搭载它的舰载飞机毕竟它身份还是妥的2栖攻击舰，因此它本身里面特别是船体里面船坞，它会搭载一些像登陆体、气垫登陆船，还有一些2栖突击车、2栖炮车等等，那遂行它传统的2栖登陆抢滩这样的一个作战。而它的航空兵力按照美军2栖攻击舰，它这个2栖攻击兵力主要是来搭配它的2栖登陆作战，而让它整个登陆作战形态从2维增加到3维，尤其是它可以运用上面的直升机或者较少数的攻击支援飞机，比如以往是 AV-8B Plus 还有 F-31， 另外上面还可以配备 AH-1Z 攻击直升机，乃至于像 CH-53 海种马这种运兵直升机或 MV-22 可倾旋翼的运输机，因此它本身是兼具了空中投射突击兵力还有直升机和定翼机的火力支援样态。我想四川舰未来服役它也不脱这样的任务或者运用的形态，只是它除了歼35以外，它的无人机如何去配合这样的一个3栖作战而提供比较好的火力支援。我认为这个部分确实对于解放军海军来讲挑战性蛮大的，毕竟在目前2栖作战来讲，如何大比例的运用无人机辅助2栖作战，这个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因此解放军在相关的研发和它相关的实用化来讲，我认为它的挑战性丝毫不亚于所谓硬装备的问世。这个部分大家拭目以待，好好看它相关的发展。空警3000，大家普遍认为就是运用运20为载台，加装先进的空中指挥管制预警雷达和通讯系统，打造的最新型的空中预警机。就发展路径来讲，这是大陆必须走的路，毕竟它这10几年来各种科技发展喷快速的发展。因为我看到网络上有人拍到有圆盘的，然后大家说这个看起来真的很像空警3000的可能这个造型的，那到底是不是我们不敢肯定啊，但是没怎么看呢。我认为是否真的要有圆盘，可能未来还有待商榷，因为毕竟主动相控阵雷达这个技术发展的很快解放军目前在海军在空军其实大量使用这一类先进的雷达，现在连陆军都在配置这个相控阵雷达对，可以说把科技大量普及，而且用到成本白菜化。但不管怎么样，未来空警3000会不会有一个大圆盘，毕竟大圆盘对飞机空气动力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阻碍，让它在飞行上负面的因素增加很多。是会不会像以色列 Falcon
空中预警机这样用机身上的雷达天线做全方位的雷达涵盖面的覆盖。我认为这个可能是它未来发展的很可能的样态。我们都知道，即使是美国17目前用737所修改尾气式预警机，它也没有一个大圆盘，而且机身上方改以一个线型平面阵列来取代，正显示了圆盘其实已经是一个过时的空中预警机配置。随着它雷达科技的进步，我认为它可能会不再背一个大圆盘，因此我个人比较倾向空警3000可能在空气动力有更符合未来需求的一个表现。至于它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可能探测距离更远，本身的作战模式更多，然后可以管控更多的一个空中目标，尤其是包括有人机和无人机等等。总体来讲，这样的一个飞机由于它本身机体载台够大，配备4颗发动机，它可以提供飞机上包括雷达、通讯、电子设备强有力的电力供应，因此它本身整个综合性能是必须远超过目前美国的17预警机。所以等于说，如果像空警3000，我们刚才谈到的6代机，或者歼20S，在明年度陆陆续续的它慢慢的建构成的话，会对解放军的空军会大量的一个变化。简单来讲，新的一年可能中程僚机就是整个重点。我认为目前大家看到更多是一些装备上的变化，对，但装备的变化所带来一些战法战术的改变，或者整体作战形态的改变，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积累，不是你装备有了你就会带来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认为这是要一个时间的演变，也因此未来的可能3年5年是解放军如何消化这些黑